包粽子、吃粽子的时候。哎呦，好大一条蛇！哇，前面好大一条蛇！徒步深入湖南深山幽谷，一座被岁月搁置的古村隐于其间，山林生态清幽完好。当我们顺着泥巴公路往里走，看到了成群结队的黑山羊在山林里自由觅食。在山谷尽头，就只剩几栋残破老屋，早已空置荒废。可是奇怪的是，沿路可见的电线杆直通山谷，配套设施齐全，而且手机信号也非常好。整个山谷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条乱石路，但是村落却沦为荒址，让人满心疑惑。幸运的是，在返程途中，我们幸遇本地村民，听他细细讲起这个村子尘封的历史过往。曾经聚集的村落慢慢迁空，只剩旧房与青山相伴。现在望着满目荒废的老宅，不由得感慨岁月变迁，好好的古村落就此落寞，实在令人感到惋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然。今天我又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啦。在我的左手边有清澈的山泉水一直流淌，在我的身后还有电线杆一直延伸进山谷深处，所以我猜想这里面应该是有人居住的。那么好啦，现在就让我们徒步走进去一探究竟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衡阳市。现在我们准备徒步走到这个山谷深处去，在这个里面呢，开车应该是勉勉强强，但是需要底盘比较高的车子。而且这个里面呢，我们路况也不熟悉，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徒步进去，距离也不是特别远，才2公里左右的路程。整个山谷非常的安静。而且这个里面非常的原生态。左手边这以前都是肥沃的田地，但是现在都被杂草给掩盖了。正常这里面以前应该是一个村庄来的，目前看不知道里面是养殖户住在里面呢，还是有老人，还是选择住在这山里面，过上清闲的日子。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瞧一瞧。走到山谷深处呢，就是有一个好处，空气清新，然后呢，清澈的山泉水能够给人一下子就解乏。哦，前面有黑山羊，那说明前面有90%的可能都有人住了。应该就是养殖户，和我们以往去到山谷里面看到的人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养殖户住在这里面，很少有普通的住户会选择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而且这个道路不好走。不跑，防止把羊赶走。他们应该是要跟其他的羊去汇合。哇，这里就有好多只羊了。那山上也是羊。这个老板应该养了好多羊哎。我们上次在江西萍乡
看到的羊就是白山羊，这是我们拍视频以来唯一一次看到的白山羊，就是在江西萍乡，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黑山羊为主。这些都是吃草料长大的，所以这些羊啊，对比那些饲料喂养的，肯定是要价格啊，还是口感啊，各方面都还是有区别的。就像新西兰、澳大利亚呀、荷兰啦，都讲究的是原生态。像炎炎的夏日，最适合就是到这种深山里面来，一可以避暑，二呢可以玩山泉水，可以给人呐清凉解滑。再一个呢，到山里面呢，说不定啊有意想不到的这种山野果子啊，还有这些野花呀，都可以去采摘到。现在这种深山里面，所有以前的田都是废掉。早30年前，这里都是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吧。电线还在一直往高山上面走，而且这个电线看上去应该是没有废掉。哇，好多山羊啊！它前面住的应该是个养殖户喽。我们看看是什么年龄的人在这里养羊啊？看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在这里养啊？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吧。是的，以前那里都是住的有人的地面山上，但现在全部都是荒废了，应该都是泥土房来着的。一旦没人打理，就什么痕迹都看不到了。大了铃铛的应该是头羊吧？应该吧。应该是头羊，对不对？那为什么挂的铃铛是走在最后面的？头羊不应该是领队的吗？那爸爸就不清楚啊，让我看看能不能遇到养山羊的这位主人呢？我们问一下他，看看这个羊挂着铃铛起什么作用啊？我觉得可能是，如果这些山羊在冬天不会自己回来，就会自己到山里，然后听到铃铛声就循着声源找到它们。像对面那个山谷里面，以前都有田地在里面，因为我们巡游探谷那么多山谷以后啊，基本上看到的住在这山里面的人呢，以前都是见缝插针，只要有一地方能够种经济作物、种粮食的，他们都不会放过，因为那个时候住在这山里面，真的是条件非常艰苦，要走出这种深山大山不容易，像云贵圈更加的不容易。弘扬其实这边也是一个山区。爸爸，我刚刚看到了一种有点奇怪的果子，什么果子？它长在那个小溪的边边上，然后它的果子它是那种橘色的，很大一个，差不多有这么大。然后它长得又有像那种树莓，但是它是它的放大版一样。而且它那种竟然都没有刺儿，好奇怪。所以山里面奇花异草会比较多啦。这以前应该是他们村民的入苦处的大树，
两边各有一棵，都是长到石头上面的，看到没？哇，长在石头上都可以长这么茂盛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啊，完全是长到石头上面。你看，它的根茎都是撑过石头缝里面。左右各一棵，就像这个为山里面村民的守护神、守护树一样。爸爸，就是这种。哦，你说的就是这种果实，对不对？是的。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花，有点像果实。但是这个果实我们弄不到啊。待会再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啊，上面都还有电线，再往里面延伸，我们再徒步进去看看。哎，前面看到好像有房子了。啊，以前这里肯定是有人家的，因为那里种了有针叶。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吧。马上就要端午节了，正是包粽子、吃粽子的时候。哎呦，好大一条蛇！哇，前面好大一条蛇，没注意吗？就在前面。没看到。黑色的，不知道是眼镜蛇还是什么。等一下，小心，你挨着爸爸，拿着水。好，你走爸爸的右手边。好大一条黑蛇，不知道是眼镜蛇还是什么，一下子就滑到这个沟里面去了。吓死我了！好大一条啊！哦，这里就只是一个养殖户，在这里养殖山羊的一个场所。没有人应该住在这里面吧？我们再好好瞧一瞧。啊，这里还有烟囱。啊，山泉水的发源地就是从这里发源下来的。啊，这里都是以前的人用人力把这一块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的。嗯，对啊，这里以前住了好多人呢。哦呦，啊，以前这里应该是住的有人，但是现在看起来都还是有人住在这里来。看一下。这是养猪还是养羊的？这里好多山泉水接在这里面。没有养了，没看到了，空了。这里以前应该是养羊的，或者以前也养过猪吧。哎，没看到猪槽，那就是养羊的了。到这个深山里面，就搭了这么一个。我感觉这个像是养牛的呀。好多橙子。前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好，这山泉水，摸一下看，哇，冰凉的。待会儿可以洗把脸。小心啊，要注意，现在夏季了，就蚊虫啊、蛇蚁啊就会特别多，尽是出没的时候。所以我们随时都会拿根棍子在手上，就是为了安全着想。尤其是这种荒山野岭。这里以前是一户人家，
现在已经是倒塌了。上面还有枇杷，不多，这几个已经黄了，成熟了。这里还有桃子树。这个房子就只是留了一丁点。这个路应该是去山上砍树的。当初他这个房子是几间呢？都有点看不出来了，他这个设计。这个房子估计也撑不了多久就会墙倒屋塌。这里以前是厨房，还有人在这里生火了。这里可以砍柴，偶尔还可以生火。这是个烟囱，这个灯泡已经卸走了。如果在这里避下雨还是可以的，要是在山里面做事情。这里还有好多废弃的瓦、板车、喷雾器。这里是洗手间。这个房子里面都还贴了瓷砖，当初这里装修的还不错。上面应该是一棵红枣树，也是依山而建的房子，所以要是一家人住在这里，真的不方便，没有一条好的路面，而且进来的话也有接近2公里到3公里的路程。虽然路通了，水不缺，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网是不是也没问题。到这个山里面网络也有，所以住到这个里面，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要把这个路修平整，其他都不是问题。安静，而且周围环境也是特别的优美，山清水秀，视野也还算是比较开阔。而且电线也是直接入户，而且网络呢，装网络也可以从山脚下，请网络师傅一直牵线进来，可以到这个家里面来，只是成本相对来说会有点高。这位养殖户现在没有在家，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村落里面的情况。看看四周都是高山，道具郁郁葱葱。就是唯一不好的了，就是这个路不好走。越野车肯定是没问题。那边呢，应该是到山谷的最顶端去了，我们就不想再进去了，因为电线杆也没有往里面延伸了，那里面应该是不会再有人了。哎呀，我们驱车几百公里，没想到这看到的竟然是人去楼空。这里有电，有水，甚至都还有手机信号，还有养殖场。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好啦，今天的山谷探险之旅，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哟，你在里面养羊啊？对。哦，你养了多少只羊啊？不多，有几百只吧？没有，哪有几百只？你这个山区能养几百只吗？应该可以吧？这里这么大一片山。这还大呀？这不大嘞。你这是就喂羊的？我是反正种在那田里养鱼，我反正吃不完嘛。这也是给草鱼吃了。对，草鱼给羊吃。你就只是养羊？我养羊，养蜜蜂啊，我养了点蜜蜂啊。你在山里面吗？就在上面。没，刚刚只是看了一丁点。对。养了牛没有？里面？牛没有，
牛是别人养了，在上面。你是专门在这里面搞养殖了？是啊，啊，养了7、8年了。这个地方是你修的吗？不是我朋友修的，也是准备搞养殖？不是以前啊修了准备搞养猪什么的嘛，现在后边没养了嘛。现在猪价又不好，真没好，他没时间搞。养花猪钱紧。他是比你养羊要费神得多。对呀、他是反正自己的田，他就好好放在这里，就是哦，以前这里还是田呐、对呀、这一路过去都是田呐、那到上面最上面去了嘞。一直到山顶上啊。啊，以前老一辈那个我老爸他们那时候种田种的那最里面那个山上去了嘞。哎呀，那你们这里什么时候搬走的了？那搬出来的话，那也有20-30年，吃的也有10多年了。啊，就是这次搬出来对，有10来年了，啊，有10多年了。搬得早的就差不多有40年。以前这里还住了好多人呐、那有啊，就是以前那个，60、70年代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最山上的时候，还有老一辈那个人，就是那个山上。就是那个山的顶上啊。啊，对啊。我走到那里，里面还有2栋房子有房子了。啊，2栋房子哦，那个上面啊，啊那是我以前我大姑父家。啊，你大姑父家啊？对。整个这里以前差不多有1000人没有？那没有。哦，那以前这里，我估计养小孩子一家1口蛮困难了。还好吧，没人。那是靠山吃山嘛。你这里也就这一边有一点点水道啦，就左手边这里山谷里面这里有水道啦。啊，对。啊，你山上你不能种水稻吧？最多就种点红薯什么的嘛。对啊。以前就山上看见那个竹子嘛，柴嘛。就是这样的嘛，老一辈人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农产品还是比较蛮好的嘛。你羊要你自己赶回来，还是他自己回来？在这个里面不要赶，他自己回来。我刚刚看到有个羊，它身上挂了一个铃铛，那是做头羊吗？挂铃铛是做头羊还是什么？铃铛的话也不完全是头羊，反正是挂个铃铛。有时候在山上的时候，这个羊大概知道这个羊。我刚刚路上遇到蛇呀，好大一条蛇啊！我刚路上。啊，你看见了？啊。有，我们这个。它是眼镜蛇吗？不是眼镜蛇，最毒的就是那个银帆蛇跟五步蛇。哦，这里还有啊。有。哦。上次下面那个马路上别人就打了一条。是的，那个蛇就很多了。我主要就是担心，像你这里要是遇到毒蛇羊，不就麻烦了吗？有咬死羊啊。有咬死的。有。是的喽。很少这个情况。一般是很少的。好，谢谢啊，打扰你啦。没事，我反正没事干。哦，好，兄弟，好，祝你生意发财啊！谢谢。好，我们回去了。